2顶起跳，这什么规矩啊？曲家大婚，段上子这是要一次性娶2个？今日我与曲小姐成婚，卿然为伯府正妻主母。莫氏随我多年育有一子，今日良辰，我一并纳为侧室入府，尊卑有序。曲音，休要胡言！曲家终归商贾出身，全靠体面门面路子。这么多宾客在场，他万万不敢难看，只能忍下此事。段世子，你如此作为，将我曲家颜面置于何在？今日要娶，我曲欣然也不会嫁。你可听说，段世子常往青柳巷跑，听说供养着一对母子呢。这也太不避讳了，曲家小姐怕是还蒙在鼓里呢。别动。姑娘，他们说的万一是真的，回府再说。石英，你这桩婚事定得极好，曲家富甲一方，嫁妆丰厚，只需大婚一成，咱们伯府数年亏空便可尽数盘落，重回荣光。全凭父亲筹谋，待大婚之后，伯府必然焕然一新。我已跟几位老友说了，大婚请他们观礼，曲家嫁妆一到，咱们伯府便能重振声威。父亲宽心，一切有儿子操持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儿懂事。姑娘，查到了，青柳巷那女人叫莫良渊，住了快2年。街坊说段世子每月必来3、5趟，逢年过节从不断过。还有个孩子叫莫测，喊段世子爹爹。银钱开销可曾查清？我找了同乡在伯府的姐妹，她们同我说，段世子从准备给屈家聘礼中前后提走3000余两和好多个首饰，全花在青柳巷那院子的开销上。昌伯府主动求娶我这个商户女，我本就心生疑虑，如今看来，从一开始就是早有预谋。姑娘，咱们退婚吧。这么轻易退婚，便宜他了。阿宁，我要你替我查清楚，段十一挪走的那3000两，每一笔流向了何处，经了谁的手。我要的不只是证据，我要他大婚当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无话可说。明白？段十一，从一开始你娶我就是为了算计我的家产，我屈欣然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姑娘，永昌伯府段世子登门拜访，现已在府外等候。他倒是来得正好，刚查到他一身脏事，居然还有脸上门演戏，让他进来。姑娘，你真要见他？为何不见？欣然，这是城南老字号的桂花糕，你上次说爱吃，我特意一早去排的队。世子有心了。婚嫁之事琐碎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替你操心些才好。礼单我已核对过，稍有增布，回头让管家送来。世子替我操心，我自是感激。只是曲家的事，我向来自己做主。那是自然。听闻曲府的花轿是城中独一份的精致，还有那嫁衣的绣娘也是请的最好的。费心了。欣然，你放心，嫁入伯府，我定不负你。负我？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姑娘，此人谎话连篇，当面演戏，虚伪至极，实在让人不齿。他越是卖力伪装，日后当中拆穿之时，就越是可笑。继续深挖伯府账目。是。你是谁？无故拦阻我家姑娘，意欲何为？曲姑娘，我有几话想跟您私下说一说。我并不认识你，只要自己示弱，不怕曲晴莹不允许我入伯府，到时候我便能借机晋升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妾身知晓身份低微，本不敢冒犯姑娘，只是我如今实在走投无路，人人都说您心善宽厚，体恤弱小，我这才敢冒昧找您。我不敢攀附权贵，只想有个依靠，安稳度日。所以呢，你找我们姑娘干什么？姑娘，我只是想要一点安稳，想要一线生路，难道这也过分吗？这人谁呀？谁知道呢？都把人家小姑娘逼哭了，真是惨啊！你句句喊着无路可走，渴求生路，可从头到尾我还一句话未曾说。姑娘，这是想要逼死我吗？你这人好奇怪，
我家姑娘就问了一句实话，怎么就是要逼死你了？说你是不是看着我家小姐穿着好，想要来讹钱？我没有，姑娘怎能这般曲解我？青柳巷住的可还舒服？有本事就让段世子娶你，比跑到我这里有用得多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你敢来姑娘跟前放肆？这个莫良欢有点蠢啊！许清然今日之辱，我记下来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许清然亲戚，这不是3年了？你藏了3年没寄，她都要嫁人了，你还……3年前江南一别，你心心念念都是她，如今归京亲眼看着她要嫁人，你当真半点都不争取，眼睁睁错过。那个清然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清然，你可知我心悦你良久？是谁在耳边说？有些事不如不说。徒增他的烦恼。你呀，就是太过克制，到最后困住的只有你自己。是他居然还敢来找我！分明是要逼死我！若不是曲清然挡我前路，我早已是堂堂世子夫人，何须受人胁迫，受尽屈辱？既然我不得安宁，他也别想安生。外头传疯了，有人到处散播流言，说您仗着屈家财势欺压弱女，横夺段世子姻缘，满城都在嚼舌根。不必急，这分明是莫良烟那个女人干的。那日茶铺丢了脸，如今就四处泼脏水。姑娘，咱们立刻澄清。麒麟，此刻急于辩驳，反倒落人口实，误为我们心虚。可满城都在说您仗势欺人，闲话而已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他如今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今日可是又在外应酬喝酒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你了。彻儿可是睡下了？刚睡。世子，外面人人都在说曲家嫁妆丰厚，曲小姐嫁过去就是伯父主母。可我呢？我和彻儿往后该怎么办啊？你又胡思乱想。您大婚在即，妾身受点委屈倒是没什么，可彻儿可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！妾身真的不能随您一起入府吗？哪怕只是个丫鬟，只要能日日傍着世子，妾身也是愿意的。好，我接你入府。世子，真的吗？姑娘，段世子命人悄悄运进一顶喜轿去了青柳巷那边，诚挚与您的一模一样。他到底在大婚之日藏了什么算计？不会是……姑娘，咱们要不要现在就把这事告知老爷？不用，他喜欢暗处布局，我就等他亲手掀开底牌。大婚当日，我要让他输得干干净净，再无翻身之地。
还差一环。段时英的钱是怎么流出去的？账目上查不到痕迹，说明有人替他遮掩。这个人是谁？大婚在即，理智繁杂。我今日抽空过来，专程与你核对最终迎亲流程、宾客席位与大婚章程，免得大婚当日生出疏漏，委屈了你，也坏了两家颜面。有劳世子亲自跑一趟。婚期将近，世人皆盯着你我大婚，曲府若有任何疏漏，只管开口，我自会替你周全妥当。一切齐备，世子费心了。他应该还不知道梁渊的事情。大婚那日，你的好戏，我自会陪你演到底。齐云，这份心理册有蹊跷，哪里不对劲？昨日旧册理智合规，今日新册私自改动迎亲路线、仪仗规制，皆是大婚核心理智。伯府擅自更改，全然未与屈家商议半分，还在大婚前一日修改，居心昭然。什么？先是偷偷买了另一顶花轿，如今又私改路线，掩人耳目。他想要坐享其人之福，我便将场面铺至全城权贵之前，让他所有算计当众暴露无语。以屈家名义便发请柬，邀全城世家权贵、朝野名伶尽数前来观礼。他要体面盛世对婚，我便成全他，让所有人亲眼见证。姑娘只办大张旗鼓邀全城观礼，怕是会连累您的清白名声，惹人闲话啊。放心，到时候损失的只会是伯府的颜面。段时英，戏台子给你搭好，可别让我失望啊。今日去曲府，曲小姐可有半点疑心吗？跟往常一样，客客气气的。大婚的四备事宜你都安排妥当了，切莫出了纰漏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都安排妥当了，你乖乖在这里等着，我会安排人过来的。我相信世子。安心睡吧。欣然，别胡闹！这么多权贵宾客在场，你莫要失了分寸。我失分寸？段世子，你府库房账册早在定亲半年前便已亏空，你娶我，从头到尾只为屈家嫁妆填补窟窿。青柳巷私宅房契，购置宅院银两，每一笔皆从屈家聘礼中挪出。你拿着我屈家的钱养你的外室，治你的私宅，还有这份大天礼册，你私自篡改迎亲路线、仪仗规制，暗中筹备第二顶喜轿，机关算尽，只为今日瞒天过海，坐享其人之福。够了，曲欣然，你闭嘴！你以为我屈欣然温顺好拿捏，以为我会为了颜面忍气吞声？今日我告诉你，我曲家有功于朝，立身端正，绝不受此等折辱。段时英，今日我屈欣然当众退婚，与你一刀两断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，婚约作废。永昌伯府，我曲家高攀不起。青宁，带人全部嫁妆，一件不留，尽数抬走。是姑娘。青然，你终究还是你。李玉晨，好久不见。青然，别来无恙。托福，一切安好。你今日刚回京，可是打算长留京城？看情况。江南联手破匪之后，你便外出游历，这一别便是整整3年。确实3年了。看你一路归京，想必疲惫，今日便不多聊，改日再继续就。好。公子现在走吗？我藏了3年的心底话，终于有机会说出口了。玉晨，朕知你素来偏爱江湖逍遥，不喜朝堂拘束。可太子年幼，东宫太傅之位空悬已久，朕实在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。陛下厚爱，臣惶恐之极。只是臣离京3载，疏离朝堂已久，恐难以胜任辅储重任，耽误东宫学业，辜负圣恩。你的才学品性，朕信得过。你祖父当年也是这般推辞，最后不也把辅国之任担下来了？朝中如今正缺一个有担当的人。
陛下容臣思虑几日，再行答复。好，朕等你答复，希望莫要让朕失望。李玉晨，好久不见。入朝吗？听说皇上今日召你入宫了。祖父消息倒快，你不想去，老夫看得出。祖父，我无异于朝堂。你是不想困于朝堂，还是不想看着她嫁人？你这孩子聪慧通透，偏偏在这事儿上看不开。世人做事分公与私，可公心私心未必相悖。还请祖父指点。为国辅处是为公，身居朝堂护他无忧是为私。公私既能两全，你何苦纠结？寻春须是先春早，看花莫等花枝老。孙儿明白了。你想明白就好。清然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我知道了。李公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定然是知道段世子的事情了。那我们为何不找李公子帮忙？姑娘和他关系不是很好吗？我可以解决，况且他素来知晓，我有能力亲手收赎，我自有分寸。永昌伯府内盯好了。玉臣，思虑多日，可是有答复了？臣定当鞠躬尽瘁，不负圣恩。退下吧，既已接下，便去做准备。清然，往后我会守着你。玉臣接了太傅一时，你这位祖父倒是舍得让他涉入朝堂纷争，都是他心中执念。少年心事，须得亲身了解。老夫不过顺势成全罢了。年纪轻轻，心性沉稳，正见卓然，难得至极。他心中究竟牵挂何事何人？陛下日后自会知晓。永昌伯，你府上大婚闹出两鼎喜轿、妻妾同娶的荒唐丑闻，满城非议。曲家乃先帝御赐功勋商户，年年尿税，利济南北，有功于社稷。你伯府蓄意骗婚，暗设算计，羞辱功勋世家，简直胆大妄为！陛下息怒，臣事先全部知情，都是犬子一意孤行。不知情？你身为一家之长，府中闹出这等丑事，你不知情？朕看你是管教无方。屈家曾与国有功，你伯府骗婚在前，羞辱在后，仗势欺人，让百姓如何看待朝廷？臣知罪，臣定当登门向曲家日欠，给曲小姐一个交代。你最好妥善解决，此事若处理不好，朕看你这个永昌伯也没有当的必要了。皇上息怒，给我滚出去！曲小姐，前日大婚之事，实在是我们伯府对不住，是因年轻不懂事，被那女人迷惑，我已经狠狠训斥过她了。永昌伯婚姻大事，贵在坦诚守礼。世子婚前私设外事，挪用聘粮，暗改礼制，桩桩件件已是失德失信。这门亲事，咱们重新商量，一定给你一个体面。是因他知错了。曲家虽为商户，却是先帝御封，奉公守礼。婚姻结两性之好，结的是信义，不是权势。曲小姐，你且听我说。永昌伯，您今日登门，怕不是自己想来的吧？皇上传召的话，应该分量不轻。这门亲事，清然不敢高攀，劳伯爷白跑一趟。哼！永昌伯府大婚两鼎喜轿，闹得满城笑话。听说皇上把永昌伯召入宫，训了一顿。可不是。倒是那个莫氏，到处哭诉，说是曲小姐心狠退婚，毁了世子前程，把自己扮成可怜人。谁信呢？堂堂伯府做出这等事儿，曲家小姐当众退婚，换谁不寒心？他们
分明知道段世子做的不地道，却连跟您打个招呼都不敢，就怕沾上是非。趋利避害罢了。挑首饰。姑娘，今日那些人嘴上说的明白，脚点溜得比谁都快。嘴长在别人脸上管不了，倒是屈家自己的路得自己走。姑娘的意思是，该整顿屈家了。周福，你经手城南3间铺面，账目年年对不上，差额累计3000余两，作何解释？姑娘，这生意难免有损耗，账上差些也是常情。损耗？同一间铺面，你报的修缮费是旁人的3倍，采买价高于市价5成，这些银两进了谁的口袋？姑娘饶命，我一时糊涂。曲家的钱你贪了多少？账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从今日起，周福辞出曲府，所贪银两如数追回。阿成，城南铺片交给你管，规矩只有一条，姑娘，账目清白，做事踏实，做得好，我绝不亏待；做不好，周福就是下场。是。从今日起，曲家上下立新规，账目越见越清，任何人手脚不干净，一律清退。曲家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规矩，不是情面。姑娘，我就说园林的花今年开得格外美吧，让人看了就开心。我还有账本没有看完呢。姑娘，你已经3天没有出门了，老爷让奴婢务必带您过来。姑娘那边人多，一定花更好看。曲小姐倒是心宽，退了婚还有心思来赏花。女人家还是要懂得内敛持家才是。你倒是内敛得很，住在别人府里，花着别人的银两，靠男人养着过活，确实很持家。我曲家生意一针一线皆是自己挣来，你呢？离了男人，你靠什么立身？曲清然，这个女人必须除掉。这料子一洗就掉色，你们曲家卖的是什么劣质货？就是，还说是京城最好的绸缎庄，骗人的吧？我们的料子从未出过这种问题。官爷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个曲家店大欺户，以次充好，而且还不承认，说不是他们家的料子。这几日有人打着屈家的名号卖这种劣质布料，确实很劣质。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屈家好过。曲家几乎垄断大圣朝半数以上产业，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是不想让曲家一家独大，想要尽力打压。前几日朝堂之上，就有人想要增加屈家税款。早就想到了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想好怎么应对了？姑娘，李公子，查到源头了。这批假货出自城南司衙行，操盘之人是户部陈府管事莫良渊，私下派人牵线衙行，四处散播假货流言，煽动百姓。还有他的手笔，倒是小瞧了他的手段。你打算如何应对？当务之急是紧急召回那些布料，并按照购买量双倍赔偿，同时证明并非真正的屈家出品。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同我讲。好，谢谢。分内之事不必言谢。近日有人冒充屈家售卖劣质货品，毁我曲家口碑。今日当众对证，正品屈家绸缎，经纬密实，色泽匀净，一洗不褪。这批假货经纬松散，染料粗别，一眼可辨，此非屈家出品，而是有人蓄意栽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曲家出产的所有布匹都会带有隐形印记。正品布料角落
有屈家专属暗印，遇水方显，独一无二。往后诸位选购屈家绸缎，可认准此印记，随时到店核验。曲小姐别来无恙啊，最近日子可是不好过吧？莫氏刻意栽赃屈家，散播流言，煽动百姓。我本不想与你计较，但你再三试探我的底线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你莫要唬我，你可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？证据？莫氏，你以为我曲家百年立于大盛，没有自己的人脉查证渠道吗？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若是再来招惹我不介意好好帮段少子查查呢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曲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原谅？你也配？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再有下次，我绝不留情。永昌伯府也保不住你。曲清然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！默娘子，有人送来的。又催，正面赢不了他，就换条路走。曲清然，你逼我的。找几个嘴碎的婆子，就照这上面传。曲清然跟那位新任太子太傅在江南就暗通关曲，退婚是他蓄谋已久。默娘子，你这可是污蔑朝廷官员，这要是被查出来，伯爷和世子那边不好交代啊。查？流言无根，说的多了，假话易成真。快去！李大人跟屈家小姐怕是真有旧情吧？不然屈清然退婚怎么退得那般干脆利落？无风不起浪，两人早年同在江南，交集颇多，如今要说毫无管葛，谁信？两位方才所言，在下都听见了。曲家乃先帝御赐功勋商户，为国纳税，利济百姓，家风清正。我与屈小姐恪守礼法，从无半分逾矩。当日退婚，全场共检，是永昌伯府步步相逼，不义在先。诸位若再生谣言，损毁良家女子名阶，休怪我不留情面，直接禀明圣上，彻查此事。我就觉得是谣言啊！李大人少年英才，谈吐坦荡，怎可能是那种人？是啊，更何况曲小姐与李大人郎才女貌，就是真在一起又有何妨？这谣言传的就奇怪，怎的一夜之间就都传开了？说不定就是段皇子不甘心自己传出来的。李兄，这事儿蹊跷得很，若非有心人故意，怎会有人知道3年前你与曲小姐同在江南的事情呢？我会查清楚的。爹，城南铺面这个月流水又跌2成，城西城北客商退单过半，京城士卒联手撤卒，暗中拦截供货渠道，分流客源。这般被动硬撑，只会步步被困，损耗根基。你的意思是？换一条路走。曲家做丝绸生意是父亲接手后才做的，根基尚浅。京城只是销路，江南才是丝织本源，天下织造中心。唯有扎根江南源头，掌控货源根本，曲家才能彻底挣脱京城士族的桎梏。可江南地界我们向来生疏，当地商厦抱团排外，根深蒂固。你孤身南下，怕是处处受挤，被人针对。爹，我不会和他们硬碰的，更何况他们明面里不敢真与曲家对立，顶多只会动用一些阴私手段，暗中掣住。我自有应对之法。好，你此去江南扩展渠道，我守京城稳固根基。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但记住，万事谨慎，平安为先。爹放心，女儿谨记在心。默娘子，这都第3回了，要是被发现，把这个送到城南老牙行，自有专人接应，转交江南商会那边。曲家人货往来繁杂，根本无从溯源，快去！光凭这些还不够，得想办法往曲家里面插一双眼睛。万事小心，遇事别硬来，但也不要被人欺负了去，出事爹给你担着。知道了，爹。
女儿有分寸，别光顾着我了。我这一去，爹在家也要保重身体。一路顺风，请然。老人家，这绸子织的密实怎么堆在这里？商会压价，交上去连本都收不回来，不交又没别的销路。如何定的价格？什么定价，全看他们心情。要是我们敢自己卖，商会天天来捣乱，根本卖不出去。姑娘，这巷子里10几户织户，情况都差不多，好多上好的布料堆在角落里面。他们不卖我丝绸布料，我就自己找织户纺织。姑娘的意思是，商会垄断的是渠道，不是人。织户被压榨成这样，谁给一条活路，他们就跟谁走。麒麟，下批蚕丝订单已定，这批货体量极大，我们尽数吃下，绝不能被旁人截胡。是，姑娘。对了，这事先不急对外说，等货到了再说。是，姑娘。走。莫娘子有什么话直说吧。于妈，你跟了曲家这些年，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。曲家小姐南下做生意，你跟着去江南，身边的事你看得见听得着。每隔几日把曲家进货出货谈了什么客商写在纸上，用飞鸽传给江南商会那边的接头人就行。莫娘子，这是要我做？你不过是多看了几眼账本，又没偷没抢，每回20两，够你攒下半辈子的提底钱。你不做，有的是人做。更何况你丈夫被曲小姐赶出曲家，你就咽得下这口气？我知道了，记住，消息越快，银子越多。姑娘，要不要把于妈抓起来？不急，于妈留着比抓起来有用。我早就知道她被莫良渊收买了，不过是将计就计。姑娘刚才说的蚕丝，商会以为我急需他们的货源，便想坐地抬价，殊不知公开进货只是障眼法，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这些被压榨的小织户。声东击西，聪明。我已与他们签下私契，护他们不受商会打压，保他们安稳出货。从今往后，货源、人心尽在我们掌控，往后的主动权尽数在我们手中。这信怎么夹在这里？姑娘，这是什么？许是早年间压在账本里的旧物，罢了，眼下顾不上这些，先处置于妈的事要紧。这碟是真的，我们照着做。这碟是明天在于妈面前说的。姑娘，于妈那边飞鸽传出去的假消息，商会会信吗？前几次我故意放真消息让他传，让商会吃尽甜头，彻底信任他。这一次的假消息，他们自然深信不疑。麒麟，我们就把商会收来的都买下来，到时候我们低价卖出，先打开曲家在江南的名气，先把各家的存货全吃下来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是，姑娘，我这就去办。对了，购买商会布料的事情先不要声张，以免他们故意多收货物，到时候赔得更多。是，姑娘。
这纹样，这手感，江南从未见过这般料子。曲家云纹锦缎，独门织锦工艺，整条江南独一份。给我来3匹，不5匹，我也要5匹，给我也拿5匹。姑娘，商会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囤了1仓布匹，银子全压在仓里卖不动，已经开始动老本了。云纹锦只是开始，商会的规矩从今天起由我来改。姑娘，什么事让您这么高兴？内务府的文书，云纹锦缎拿下宫廷贡品3年独家订单。3年独家？那可是整个大圣朝的贡品供货。从今天起，屈家的绸缎不再只是商品，而是御用之物。京城那些士族想卡我们的脖子，也得掂量掂量，能不能卡得过朝廷的脸面。江南的事已稳，该回京城了。爹一个人守着，我不放心。是，姑娘，奴婢这就去收拾行李。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上等古董首饰，品相完好。您确定要尽数折现？少废话，值多少？急售的话，最多500两。500就500，给钱吧。逼我，全都在逼我！青然，段世子，我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但那些事我可以解释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哪怕只是听我说完。段世子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更何况你今天之所以来找我，什么原因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姑娘，段世子他不会不走吧？不会，他最在乎的就是脸面。莫娘子，世子爷今日去了曲府，待了许久才回来，脸色很不好。他去找他了？是，听说曲家大小姐回京了，世子爷一早就去了。他不肯死心，他若和曲庆然重修旧好，我和彻儿在这个府里算什么？要你有什么用？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不行，一定要曲庆然身败名裂，世子才会断了念想。李玉晨既然和曲庆然关系那么好，想必曲庆然的生意，李玉晨定然暗箱斡旋，以权谋私。莫娘子，上回谣言最后不了了之，这次，这回不一样。若是段少子知道他和李玉晨不清不楚，定然不会再搭理他。快去！姑娘，长公主送来的请帖。长公主，我与她素无来往。送帖的女官说，长公主这几年在皇家寺缩常住礼佛，前阵子才回京。这兰花印，姑娘认得。我娘亲在世时有一方兰花绣帕，说是故人所赠。那帕子上的兰花和这印上的一模一样。那姑娘去吗？长公主亲自下的帖子，当然要去。听说曲家这贡品订单是太傅向内务府暗中斡旋施压，靠权势暗箱得来的，否则曲家一个商化哪有这等本事？原来是朝堂有人暗中运作，难怪能拿到贡品位。近日听说曲家大小姐新得了贡品订单，可喜可贺。多谢长公主。曲家绸缎能得内务部青眼，是品质使然。品质固然好，可没有朝中人帮忙引荐，怕也没这么容易吧？这位夫人说的有理，不过内务府的评定看的是品质，不是人情。
更何况是皇上亲自确认。您是说皇上有意包庇屈家吗？前几日本宫去找皇上，还和我夸奖了曲家的布料，料子确实柔滑细腻。长公主若是喜欢，明日我便派人给您送来几批刚出的料子。那本宫就不客气了。曲家的荣幸。屈大小姐，改日得空来府上坐坐。谢长公主。李玉晨，怎么了？江南带回来的。顺手买的，感觉很适合你。多谢。不客气。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。抱歉，又把你牵扯进来。无妨。还是没开窍啊！为何京城今日多出这么多乞丐？姑娘，不是乞丐，是难民。听说南边洪灾，这帮人应该是从那边逃离过来的。拿钱，去买些肉包子，分给这些人吧。是。南边洪灾，我听说了，好几个州都被淹了，几十万人无家可归。我已算过曲家各处粮仓库存，加上城南库房的存银，若调半数储粮，再拨数十万两私银，够在灾区设10个州汪，撑过最初2个月。那可是你娘为你留下的私银。爹，娘若还在，她也会这么做。粮放在库房里，救不了人命。去吧，家里的事儿我替你守着。我会带欺凌和屈家护卫同去，车队3日后出发。是。听说你要去灾区，灾区凶险，疫病横行，你过去多加小心。好，我会的。我向来是劝不住你的，京中诸事我会多照拂，你安心赈灾，平安回京即可。多谢。姑娘，可是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无妨，方才与他对视一瞬，心头莫名一紧。世子爷，彻查之事已有眉目，府中流失的古董首饰确实是从偏远方向流出的，牙行那边有人认出是莫娘子亲自拿去折现的。他还卖了什么？首饰、库房物件，林林总总，怕是远不止这几次。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继续查，把每一笔都查清楚。是。姑娘，地上太脏了，您先回马车里坐着吧。粥棚搭在哪里？恩人呐，我们3天没吃上一口热食了。老人家，粥管够，后头还有药棚，身子不舒服的去看看。谢谢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曲家小姐来赈灾不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给自己扬名，拿点粮食换个好名声，比做什么生意都划算。可不是，曲家商贾出身，最会做生意，拿几万只粮换一个活菩萨的名头，值。放屁！曲家小姐来的头一天就跟我们吃一样的粥，住一样的棚，谁家沽名钓誉能这么干？就是，
我家小孙子差点断了气儿，是曲家小姐让人给灌药救回来的。他自己靴子都磨穿了2双，你们这些人在哪儿？世子爷，全查清了。莫娘子先后变卖府中古董首饰17件，共计折银1200两。另外，库房还有3件贵重物器对不上账，怕也是被带出去了。1200两，他拿这些银子去做什么了？这个奴才查不到，银票走的是京城牙行，折现之后就查不出去了。把账册锁好，先不要声张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藏多久。臣有本奏，曲家之女曲清然借赈灾之名收买人心，商贾逐利，此番所谓赈灾，不过是拿几万担粮食就换一个美名，曲家更是因此生意翻倍。臣怀疑曲清然勾结地方官吏，挪用朝廷赈灾粮，以私谋利，民心惶惶，不可不查。诸位大人说曲家赈灾是商人逐利的表示，那本官倒想请教一下，南方数州洪灾，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，诸位大人可曾捐过1市粮，出过1两银？曲家散尽半数储粮，拨出数十万两私银，亲赴灾区一线，这是灾区传为的详报。10个粥棚，数万灾民得以活命，药材、衣被、帐篷，样样是曲家自掏腰包。诸位大人坐享太平，寸功未立，却在这里苛责一个散尽家财救人的有功商贾，若这也叫商人逐利，那请问诸位大人，袖手旁观，空言择善，又算什么？曲家赈灾之功，朕自有公断。退朝。段世子，这是你该看的东西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段世子，京中多次流出不利曲家与本官的谣言，我命人追查源头，悉数指向你府偏院。段世子，你若管不了，本官不介意帮你管教一下。证据留给你，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。世子爷，变卖府中古物，散播曲清然挪用赈灾粮的谣言，祸乱舆论，桩桩件件皆是他一人所为。好，真是好得很。我倒要问问他，卖府里的东西，银子去了哪里？散播谣言又是为了什么？去把莫良渊叫来。世子爷，现在？现在。17件古董首饰，折银1200两，还有3件对不上账的，也是你拿出去的吧？世子爷，你还想骗我？银子呢？1200两，你拿去做什么了？世子爷息怒，我是为了彻儿，彻儿还小，需要好些银钱，我不好总向你开口讨要。为了彻儿，那这些呢？买通人散播曲清然挪用赈灾粮的谣言，祸乱舆论，也是为了彻儿。莫良渊，你当我是什么？瞎子还是傻子？世子爷，我是为了你啊！曲清然步步高升，他在朝堂上的声望越高，你就越被压一头。我不过是想让他的名声受。你少拿我当借口！你做的那些事，哪一件是为了我？你不过是怕曲清然回来，你在伯府站不住脚。莫良渊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从今往后，不许再对外散播任何谣言，不许再动府中一文一物，不许再给我惹任何麻烦。若再犯一次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我再也不敢了，世子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出去。银两已收，但远不够。要想秘密保住，我还需要3000两。3000两，他疯了！我上哪里去弄3000两？全都在逼我。朝堂弹劾已平，你不必忧心，京中诸事安好，我替你看着。灾区辛苦，珍重身体，盼你平安归来。姑娘，太傅大人信上说什么？说京中无事，让我安心。
心中有他守着，心里竟安稳了许多。姑娘，粮车已经装好，随时可以启程回京了。曲家小姐，老身没什么好东西，这护符是我一针一线缝的，保平安的，您拿着，保佑您一路顺风。多谢老人家，您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，这辈子忘不了您。老人家保重。笑得像在拆路的台，就别太过之间比他。徐家小姐回来了，她可是救了几万人的活菩萨呀！姑娘，您看，这么多人来迎您，走吧，先回府。我心却太沉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爹，我没事，灾区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流民安置妥当，重建也开始了。你在外的这些日子，经理的事儿我也替你盯着，铺子都稳当，客商也在陆续回流。清然，还有一件事，朝中传来消息，皇上要亲自召见你。皇上召见？你的赈灾之功，朝野皆知，听说皇上很看重，要当面嘉奖。既是圣上召见，自当遵旨。他回来了，娘，一边去，别烦我。他凭什么风光无限，我就要躲在这个落魄院子里面受人威胁？几日不见，他消瘦了些，却比从前更从容。清然，赈灾的事，我不知道他会。段世子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来是想说，从前是我糊涂，对不起你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段世子，你和我绝无可能。清然，段世子，我已经很给永昌伯府留脸面了。若是末世再生事，我就只报官处理，到时候伯府的里子和面子可就保不住了。熙宁，送客。请。民女屈清然叩见陛下。平身，抬起头来。朕看了灾区详报，10个州棚数万灾民，药材、衣被、帐篷，样样自掏腰包。朕好奇，你一个商户之女，为何愿意散尽家水，亲赴险地？回陛下，民女行商多年，见过不少天灾人祸，粮放在库房里救不了人命，银子攥在手里等不来太平。百姓遭了灾，总得有人先伸手。先伸手的人，往往吃力不讨好。你不怕？怕。可若因为怕就不伸手，那灾民等谁来救？你可听闻朝中有人说你屈家之事？有所耳闻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纵使有心图谋生生，可那些灾民实实在在活下来了，也是事实。倒是有几分真性情。曲清然，你可有想要的奖励？民女并无所求。曲家虽为商化，但也是大圣的子民。民女虽未读过什么书，但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道理还是知晓的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！你先退下吧，这个封赏朕是一定要封的。民女谢陛下。太傅看上的女子，果然与众不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曲家之女曲清然，赈灾济民，功在社稷，其先祖从戎之功亦不可没。今破格册封曲清然为清河县主，录入名录。钦此。臣女领旨谢恩。恭喜县主，有劳公公了。天气热，这些给公公和诸位大人用来买些凉茶解暑。清河县主太客气了，这些都是奴才们的本分，奴才们便不多叨扰县主了。公公慢走。小姐竟然封了县主，这是多大的荣耀啊！
商户封爵，开天地里头一遭。我告诉你，我曲家有功于朝。姑娘，不对，县主，您做到了。女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爹，往后我们也算是有了官身了，再也不怕氏族欺压我们了。我这就去祠堂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娘亲和曲家祖宗。麒麟，走，我们进去。姑娘，您发什么呆呢？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。我在想，世事无常，数月前我还需靠联姻求取门第庇护，免受氏族打压，而如今却是成为了县主。那是因为您用真本事换来的，从此再无人敢非议您半分。七明，封赏是荣耀，也是枷锁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只是曲家的大小姐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越是风光，越要谨慎。姑娘，您什么时候怕过？不是怕，是京城这盘棋远没有下完。莫娘子，曲家大小姐被皇上封为了县主。县主，她凭什么？一个商户之女，凭什么封县主？我费尽心思，却一步步被她踩到脚下。段世英不管我了，偏院的东西也不能动，3千两从哪儿来？10日，他说10日。听说了没？北边打起来了，3路敌军合围边关，守军快撑不住了。粮草断了半个月，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，拿什么顶？朝堂上那些大官天天吵出什么来了？谁来管前线死活？李公子，边关到底什么情况？比你听到的更严峻，3路敌军合围，前线粮草最多只剩3月支撑，兵部现在连银子都拨不出来。国库当真见底了？之前赈灾拨出去的款项尚未补回，国库这些年又入不敷出。如今边关急报1日3封，皇上在御书房连着几宿没合眼，朝堂议了3日，也是束手无策。若有人能筹齐粮草军需，解前线之急呢？你不会又要让曲家？曲家经营商路100年，南方粮路、江北布行都在曲家手里。粮草我筹得到，军械可找曲家的将勇赶制，御寒布匹更是现成。清然，你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曲家可能再不复往日荣华。国若不安，家业在后又有何用？银子放在库房里，可救不了边关将士的命。你当真想好了？是，明日上朝，你便替我同皇上说，或许曲家可以帮忙解决。姑娘，夜深了，该歇了。边关粮草不过堪堪支撑3月，今晚必须要把能够运过去的物资统计齐全。县主要捐饷？曲家南方粮仓存粮20万担，曲家所有布行、御寒布吏、将护房赶制军械，若全力调配，够支撑起前线最少3个月的用量。麒麟，通知各路掌柜，即日起，所有粮仓、布行、将护房听我调度。可这是曲家的根基啊，根基没了可以再正，可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身为大圣子民，有这个能力，便应该尽一份力。是，县主，我这就去办。清然，你当真要把这些都拿出来？爹，纵使倾尽曲家全部家底，也仅够前线支撑3月。这可是曲家攒了几代人的家底，这里面还有你娘在世时亲手打理铺子攒下的积蓄。爹，若家国不安，百姓流离，家业在后亦无意义。前线将士饿着肚子守关，我们这边囤着满仓的粮，这粮吃着踏实吗？娘若在世，也会赞同女儿这般做的。行，爹听你的，你既想好了，爹全力支持。爹，放心，我去库房盯着，亲自点数装车。清然，你果然很像你娘。麒麟，清单上的每一样务必亲自核实，
一粒粮一寸布都不能出差池。是。一个商贾之女，捐饷助战。曲家百年经营商路，南粮北调，东西通衢。诸位俸禄里的粮，怕是由曲家运来的。诸位有异议，不妨也捐一捐。好，哈哈，曲清然此举胜过满朝虚门，朕即派专人协助调度军需，务必确保物资安全送达边关。陛下，臣愿往。永昌伯世子愿往，屈家撅饷乃大义之举，臣自当护卫周全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准。段世子结办军需调度，务必全力配合清河县主。清然，沿途护卫也安排妥当，每30里设一换防点。多谢段世子。清然，这些日子你辛苦了，我帮你分担些。明部看过了，换防点间距合理。段世子若无旁的事，劳烦去查一下南门粮车的封条。清然，晚上一道用饭，调度的事不急于一时。军务调度刻不容缓，世子若是相助，就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；若是无事，莫要在此逗留，耽误公事。段世子倒殷勤，不用管他。谁放你出来的？世子，我知道从前是我胡做了许多错事，可莫测还小，我承认被关在这里，连孩子都没法好好照看。若是清然也肯对我视若半色，我何至于日日回魂难安？世子若不放心，让人盯着便是。我绝不再惹事，只求能出去看看莫测。可以出院子走动，但不许出府。有事先报管家。是，多谢世子。宽限你半年，银两都凑不上，不必费心了。给你个机会，你只需做一事，就是让屈家无法支援前线。他为什么不要银子了？要我对付曲清然？你若能拖住曲家军需3月，我保你后半生无忧。银子的事，一笔勾销。也好，不管他要什么，只要曲清然翻车，县主的位子坐不稳，到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机会。他占尽风光，我深陷泥沼，我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安稳。这批粮潮气重，换了，让江南那批先运上来。是。昨夜丑时到寅时，空了一炷香的岗。那夜暴雨，换班的兄弟迟了。军需重地，纵有风雨，岗哨不能空，扣当月饷银，换人。是。清然，仓库巡防时辰书整理好了。好，名册我留一份，明日对账。清然，忙了一上午，我让人备了点心。不必，段世子若无事，劳烦去看看装运情况。巡防。走水了！走，快去！是。
这主管做工尽职，不是事情祸事。这不是简单的走水。纵火者知道巡防换岗的间隙，特意选了换岗的空档动手。知晓仓库巡防换岗空档的，应该只有你我与段世子三人。陛下，城南军需仓库昨夜遭人纵火，幸而清河县主早有防备，预置水膏，加派护卫，物资备有大的损失，但现场一落火昭昭，证实系人为纵火，意图毁坏前线军需。何人胆敢毁我军需？前线将士奋勇守关，后方竟有人毁粮，朕命你严查，务必揪出幕后之人。臣领旨。粮仓起火就是老天发怒了，边关打不赢，大圣的气数到头了。可不是嘛，难怪屡战屡败，这江山怕是要变天了。哎，你们谁啊？谁让你们散播这些话的？一个蒙着面的人给了我们银子，让我们逢人就说。我们真没见着脸，就看见穿灰袍给了2两银子。押回去，继续审。严查到我这儿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谁？你怎么来了？别慌，事情我会处理。皇上已经下旨严查了，纵火的事一定会查到与我有关的。我说了会处理，你要是敢擅自行动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你要杀我？你乖一点，等事情完结后，我会带你和彻儿一起离开的。这么多年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纵火，散播天罚谣言，同一夜发生，不是巧合。嫌疑人知道仓库位置，散谣者有人出钱指使，两件事指向同一个目的：搅乱军需，动摇民心。可知道仓库巡逻的就咱们几人。排除你我，现在最有嫌疑的就是段世英。段世英有私心，但他主动请命协办军需，若通敌叛国，何必自投罗网？他未必是主动泄密，但他不在府中时，谁能碰到？莫良渊，段世英近日放松了他的禁足，允许他在府内走动。如果是莫良渊泄露出去，又交给了谁？我让暗卫盯着伯府偏院，若有人与莫良渊暗中往来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好，我这边从梁烟身边的人查起。于妈虽已压在京兆府，但她也不过是拿钱办事，而莫良烟能够联系上江南商户，未必只通一个接头人。这身份是北境低谷的人。县主，我家公子让我转告你，有人趁夜潜入伯府偏院，身发祭祀敌国训练出来的路数。敌国路数？是，李大人已命我等全力监视偏院，另查此人身份来历。敌国的人出入伯府偏院，莫良烟或许是个不错的切入点。回去告诉李大人，他安心去查黑衣人的事。莫良林，我会派人从他身边的人查起。县主，查到黑衣人落脚城南一家客栈，
人不在，但搜出了这些。北境军中派，密锦用的是敌国暗码，公子命人破译，上面写的是京城军需调度的情报，仓库位置、巡防时辰、换岗空当，一字不差。这是我昨夜派人从莫良烟偏渊搜出的信件，封口与这枚火星印模一模一样。飞哥的暗桩可有查到？青柳巷一家杂货铺的掌柜，鸽子传出的消息都经他手转交，人已拿下，押在京兆府。带我去找你家公子。蛇药花火漆从莫良阴偏院的信封到客栈搜出的印模完全一致。此人先勒索莫良晕，再利用他窃取军需情报，烧毁粮仓，散播谣言，环环相扣，步步为营。莫良英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他只当是贪钱的勒索者，能帮他对付我，他就甘心被利用。他不知道自己递出去的每一封飞鸽，都是在给敌国送情报。段世英呢？他不知道莫良渊在做什么，但他确实因此泄露了情报，让莫良渊有机会偷看调度文书。那人没再回去，暗卫搜遍城南各处暗堂，不见踪影，人应该还在京城。敌国暗探潜伏京城多年，一击不中必然潜伏更深。此人先以勒索为饵，操控莫良渊步步逼近屈家，若军需被毁，便是敌国大功一件。眼下他刺杀我魏国，必定另寻他法。他的目的是不让粮草军需按时到达前线，应该会想办法刺杀你，让屈家自顾不暇。那我们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我会将这些呈给皇上。如实说便是。我知道。陛下，臣已查明城南仓库失火及散播谣言一案，幕后主使藏身京中一处客栈，系北境敌国暗探。此人以勒索为掩护，利用永昌伯府妾室莫良耶窃取情报，烧毁粮仓，散播谣言，意图搅乱军序，动摇民心。敌国暗探都藏到朕的眼皮底下来了。此人与莫良妖往来信件、飞鸽暗桩均已查获，铁证如山。把永昌伯和段双子给朕叫来。你们自己看。陛下，臣毫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，一句不知情，险些酿成滔天大祸。皇上饶命啊！若是轻饶你们，朕如何对得起前线数万将士？永昌伯段氏教子无方，治府不严，致敌国暗探趁虚而入，毁坏军修，动摇民心，废永昌伯封号。段氏因协办军修，玩忽职守，致情报泄露，革去官位，贬为庶民。不，去给父亲找个大夫吧。是。曲晴然封号官位，一个接一个全没了。黄金200两，绸缎100匹，头面2副，良田50亩。青柳巷宅院一处，只银300两，记入妾室名下。公子，这边都找过了，没有。去城东，他以前在那边住过。围上去。你跑？你害我至此，你跑得了吗？我错了，放了我吧！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，带走。县主，李公子说今夜可能会有动静。麒麟，放松些，不必如此。不行，虽然李公子外面安排了人手，但我还是担心您会受到伤害。
拿下！带去正厅。接了。此人的长相，似乎在哪儿看见过。这张脸和末世身边的莫测长得太过相像。什么事？昨晚抓住的刺客，就是藏在大圣的低谷暗探。我知道了。此人化名白薇，以勒索为掩护，在京城潜伏多年，利用莫良烟窃取军需情报，烧毁粮仓。还需要你说吗？还有一件事，此人被秦后接了面，欺凌认出他的长相与莫灿极为相似。什么意思？莫良烟与白薇通信多年，关系远不止勒索。他与莫彻面貌相像，我们怀疑莫彻并非你的骨血。你说什么？没有确证，需要查。我会查清楚。去莫良烟南下时住过的地方，把他当年的行踪、接触过的人一个不落的查清楚。是。你以勒索为掩护，潜伏京城多年，借莫良渊传递军需情报，烧毁粮仓，散播谣言，这些已经坐实。我只问一件事：你与莫良渊究竟何时开始的？大人这问题问得蹊跷，勒索就是勒索，哪有什么何时开始？你潜入伯府偏院见他，开口便是事情我会处理，威胁他不许擅自行动，又许诺带他和莫尘离开，这不像勒索者对猎物的口吻。大人想多了，不过是为了让他听话，什么话管用就说什么罢了。看看这张脸，和你像不像？长得像便能定罪？大人审案靠面相？不急，你不说，有人会说。我总想问你一件事。问。你当年在江湖何等自在，为何忽然入朝为官？有些责任，总要有人承担。茶凉了，再沏一壶。好。莫良烟嫁入农家之前，香菱亲眼见她与一白面男子频繁往来，那男子面容描述与白薇极为相合。5年朝夕，他连孩子都不是我的。边关800里加急，3日连传3道，前方将士欲谢，朕却坐在这金殿上听你们互相推诿。陛下，国库已尽空虚，实在无力再调拨。国库空虚不假，但民间尚有余力。清河县主托臣向陛下请旨，允许民间自发募捐，共筑边关。他愿接下这项任务。民间募捐，百姓之中不乏义士，若有人率先垂范，必能一呼百应。准。此事交由清河县主督办。边关将士在前方遇袭，护的是大圣每一寸山河。今日我曲清然在此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让前方的人知道，身后有人记着他们。我曲家再加疗伤药品500箱，御寒棉衣3000件，军械若干，即日装车发往边关。县主，百姓们真的来了。家国倾覆，百姓无安，他们愿捐分毫，是知身后山河安稳，才有寻常烟火。
一个商户女在街头抛头露面也不嫌丢人，可不是嘛？摘首饰往箱子里扔，做戏给谁看呢？百姓愚钝，被他几句漂亮话就哄得掏家底儿，真当几箱药几件棉衣就能打赢仗？人家是县主嘛，人家有人撑腰呢。真是心脏看什么都脏。县主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比你们这些世家大族只会动嘴皮子的强多了。说的没错，到时候没准他们就是第一个叛国，就应该把他们身上的首饰都扒下来，放入募捐箱，给边疆将士买粮食和冬衣。公子，人带到了。公子，我只是个乡下种地的，莫氏嫁到我们村的事，我亲眼见过。说，莫氏还没嫁屠户那会儿，我住在隔壁，有个白净男人常来找她，天黑了才走，村里人都看见过。后来莫氏嫁了屠户，那男人还来过几回，屠户不在家的时候来。再后来屠夫死了，说是暴病，可寻常暴病而亡，怎会浑身都是青紫？公子，我另查到，屠户死后不过2月，莫氏便离开了村子，此后再未回去。村中老人还记得，最后一次见到那个白面男人是在屠户头七之后第3天。你先下去，好生安置。是。杀夫骗情，满子私通勒索，一条条串起来，证据链差不多齐了。县主，段公子那边也查实了，莫彻果然不是他的骨血。莫彻是白薇的孩子，莫良渊带着这个孩子嫁入伯府，段时英被蒙蔽5年，枉做5年至亲，如今方才知晓真相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真相终于到了该揭开的时候，时机到了。是。 5年了，从青柳巷到偏院，从甜言蜜语到飞鸽传书，我竟被蒙在鼓里整整5年，沦为旁人棋子，笑话一场，甚至因为他错过了曲清然。该有个了断了。段公子，这是人交给你们，把这个给福印大人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杀夫骗婚，窃取军需情报，通敌泄密，散播谣言，协助北京暗探作乱。去把李太傅找来。是。白薇在大圣境内可还有暗川？据点何在？如实交代。莫良湾，你身犯数条死罪，条条确凿。如今唯一能自救的机会，便是交代白薇残余同党隐秘据点的线索。我要见曲清然。不可能。不见他，我一字不说。玉晨，我知你顾虑。莫良渊已是穷途末路，心性扭曲，恨极曲清然。你怕他借机近身发难，加害于人。他恨意入骨，此刻让2人相见，万一他伤害清然，可现在他可能是唯一能够知道白薇在大圣其他据点的人，必须撬开他的口。更何况狱卒在里面不会有事的。要不然我们派人去曲府问问县主呢？见与不见，也是县主做决定才是。好，我陪你进去。不必，他既然要见我，你们在场，他自然什么都不会说。开门。白薇在大商还有多少暗桩？据点在何处？你知道多少？你一来就问这个，曲清然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趣了？我来不是听你发牢骚的。发来骚？墨家败落的时候我才多大？我本该是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是他墨家自作孽，把好端端的家业败了个精光，却让我落得
人理想。是你曲清然步步紧逼，毁了我好不容易攀上的伯父，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段世英纵容我，给了我希望又反悔。白薇拿把柄要挟我，逼得我走投无路。我哪一样是自愿的？哪一样？你们一个个都站在高处，看我在泥里挣扎，谁伸手拉过我了？我只是想活得有尊严，有错吗？你杀夫的时候也是别人逼的。他打我，他一个屠户，粗鄙无情，我不过是为了自保。那嫁入伯府骗婚呢？拿屈家聘礼置办外室豪宅呢？散播谣言构陷他人呢？私挪府银变卖田产呢？哪一样也是别人逼你的？如果不是你们把我逼到绝路，我何至于此？我原以为罪恶不过作恶，今日方知罪恶是永远自认无辜，永远归咎旁人。你别走！你凭什么这么高高在上？你也不过是商户之女。你站住！我自知必死，没有求生之心。莫彻是我的骨肉，我不是良母，一辈子自私两短。可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求你放过他，饶他一命。大人犯罪，没必要牵连至此。莫彻年幼，与案子无关。我从未打算迁怒一个孩子。你说的是真话？我没必要骗你。白薇，我只知他性情阴狠，绝非善类。他的暗探身份，我全然不知，也从未参与他的核心谋划。那你手里有什么？他在京城潜伏期间与我联络时见过的人，通过信的人，有过交集的人，我都记得。一份名单，可全部交出。我留着他，本是自保筹码，如今没必要了。还有呢？我想见段世英最后一面。我会转达。这些名字有些是京城商贾，有些是官府小吏，还有几个是做脚夫行当的。白薇的触角伸得够广，京城商贾负责走账，小吏负责传递消息，脚夫负责转运，分工明确。这个绸缎庄掌柜，我记得前年户部核查时还给他发过良民通牒。白薇藏得够深。莫良渊说，这份名单只是他与白薇联络时观察到有交集的人，供官府甄别。放心，我会逐一彻查，确认后再行动，宁可慢些，不可错漏一人。暗桩的事我来统筹，暗卫今夜便可出动。城东绸缎庄、城南脚夫行、城西那处民居，3处同时收网。还有一事，莫良渊想见段世英一面，你怎么看？该不该见，由段世英自己定。我来安排。名单上的人查了过半，有问题的已经控制住了，剩下的加紧排查。暗抓据点锁定3处，今夜动手，一网打尽，不会再给他们转移的机会。等了这么久，该了结了。段世英那边，你们去说一下吧。段公子，他在里面。我知道了。谁？
我贪恋伯府的权势富贵，贪慕虚荣，这些都是真的。我骗了你5年，从没对你说过一句真话。但莫彻是无辜的，求你看在5年的份上，饶了他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屑与质子计较，但莫彻不会留在段府，我会把他送到官办养济院，从此他的生死前程与段府再无瓜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段世子，快来帮我抓蝴蝶呀！我不怪你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盘根错节数年的祸乱，终是全数落定。将这些全部移交刑部存档，一份都不可少。百位莫良院的供词单独成册，押送刑部时由暗卫随行护送，中途不得停留，不得拆封。是大人。来报了！启禀陛下，敌军连失3城，北境大军全线溃败，我大胜，边关大捷。后方安定，前线方能决胜。此次肃清内奸，拔除暗桩，居功至伟。太子太傅京兆府尹何在？边关大捷，后方肃清，敌谍尽除，军需无缺。此番护国保疆，2人功不可没。但还有1人，清河县主屈清然捐饷助战，保全军需，安定民心，协助肃清敌夺，功在社稷。朕今日论功行赏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清河县主曲清然德才兼备，功勋卓著，晋封为郡主。其父教女有方，倾家护国，擢升福满侯，许家改名福满侯府，钦此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惯会运筹，偏会痴情。你娘要是能看到这一幕就好了。爹，娘亲在天上看着一定会高兴的。郡主，往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是啊，不会再有人了，每一步都是自己踩出来的。清然，来我这边坐。那位是镇北军副将周平，家世清白，战功赫赫，尚未婚配。旁边那位是边关守将陈远，也是今年新生。久闻郡主大名，今日得见郡主风华，实属有幸。太傅大人，酒杯要捏碎了。郡主若不嫌弃，改日可否赏光一叙？郡主若是得空，下官府中心得了几匹好马。郡主若喜欢骑射，诸位将军好意，清然心领。如今侯府新立，家事待整，朝堂诸事未定，我一心稳固家业，恪尽本分，再无婚嫁之心，望诸位将军见谅。多谢诸位美意，然清然暂无婚嫁之心。听听，
人家郡主说了，暂无婚嫁之喜。太傅大人这口气可算松下来了。你若是再这么端着藏着忍着，迟早让人家嫁了旁人。郡主如今风华正茂，求亲的门槛都要踏破了，你当人人都会等？适培，怎么了？殿下恕罪，清然略感不适，想去廊下透透气。去吧，年轻真好啊。你喝多了，夜风寒凉，这样站着要着凉的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你离席时脚步不稳，似有醉意。李玉晨，竟然不要嫁给别人。不要嫁给别人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不要嫁给别人。从江南出狱到朝堂并肩3年，我从未走远。你查证据，我在暗处替你扫清障碍。你南下江南，我部署人手护你周全。你入宫封赏，我站在殿下，只恨不能替你承受所有风浪。清然，我不愿再看着你站在任何人身侧，除非那人是我。李玉晨，好久不见。清然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我知道了。是我唐突了，你就当没听到过。怎么可以当作没听见过？既然说了，那李太傅准备何时去侯府求亲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我即刻归家禀明祖父与父母，备齐礼数，登门求亲。世子，好歹吃口东西。府中下人已尽数遣散，各寻生路去了。老奴也该走了，另谋个去处。侯爷，犬子玉臣倾慕令女已久，今日携全家登门，诚意求亲。我李家世代清白，家风端正，绝不敢有半分轻慢。若蒙不弃，必当以正礼迎娶，终生相待。
侯爷放心，清然进了李家的门，便是我们自家的孩子，断不会叫他受半分委屈。我拿这辈子的名声担保。清然，你的婚事全凭你自己的心意，为父绝不勉强。女儿愿嫁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我儿好福气。小姐，首饰铺子的掌柜前儿就递了话，新到的一批好的宝石，专候您挑呢。那就先去看看。莫彻，你是谁？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？不进去跟他们一块玩吗？他们不愿意跟我玩，说我娘是坏人。莫彻，你娘亲的过错不是你的罪，你不必替任何人背负什么。你好好读书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将来凭自己的本事立足。没有人天生就该低着头过日子，你记住，将来的路是你自己走的，跟旁人无关。可是别人都骂我，别人说什么那是别人的事，你是你，只要你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就没有人能看轻你。往后若遇着难处，可以来福马侯府找我。谢谢姐姐。小姐，您真觉得那孩子能挺过去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，但路怎么走是他的选择，而我能做的只是告诉他看清方向。去吧。祝你新婚之喜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李成，禽兽大人长进，去了。红烛还没落温，你就把誓言端上桌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，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往后余生，换我陪你。旧铁擦过指尖，皮刀更会留痕。我把它一叠好，也把真心收进匾中，远远一想，像旧账放回京城。原来大婚这场戏，我只是被请来的人。别再说天明，别再说良辰，余生替我听明白。你转身太近，我心却太深。在看什么？尽换红妆。
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一些人。送进空旁，随樱花红的，随樱花红的，戏子都在替你说话。